终究不是亲生的。明月，你最近心思浮躁，公司就先不要去了，回家好好反省吧。爸爸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爸，明月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对公司的贡献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不可能因为这点家事就让他不去公司，这不公平啊！庭深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江伯父，明月今天的所作所为确实冲动欠妥，我作为他的未婚夫，替他向你二位道歉。只是江家和贺家的工作还需要明月来对接，希望您能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好吧，看在庭深的面上，还有你平时在公司也算尽心，公司职务就先作罢。不过江明月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绝对不能有下次，否则别说是公司，就算是江家，你都不准再踏进一步。我说到做到。谢谢爸爸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跟妹妹好好相处。散了吧。江婉玉，贱人，今日之辱，我必百倍奉还。真可惜啊，这样都没把他赶出江家。真丑！我替你报。不过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江明月，你欠下的债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齐少爷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，好巧。不巧，我在等你。等我？齐少爷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好像并不认识。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江小姐就不必跟我演戏了。今晚的戏很精彩，你的手段我很欣赏。齐少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告辞。李代桃僵准备的倒挺充分。齐少爷，只是一小块人造皮而已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可是，如果你现在不放开我的话，我就要叫人了。别紧张啊，我不是来拆穿你的，我只是好奇，你是怎么弄到江婉莹的血液样本的？齐少爷，你是在晚宴上喝多酒喝糊涂了吧？要是喝多了，就早点回去休息。我是来找江小姐谈生意的，一桩对我们都有利的生意，有兴趣听吗，江小姐？哦，不，是王巧小姐。齐少爷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王巧是我好朋友，请不要拿逝者开玩笑。哦，最好的朋友，那你这都回江家了，不打算去见一下你最好的朋友？听说这位王巧小姐还是个学霸呀，12岁就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录取通知书，听起来跟江小姐一样的聪明。不过我只是好奇啊，你说她人好端端的怎么就没了呢？或者是不是根本就没死，而是假死在做什么局？齐少爷，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还有，不要拿死人开玩笑。OK， 就当是我瞎说的，向江小姐跟那位已故的朋友道歉。那我们回归正题，我的合作，江小姐不考虑一下吗？齐少爷作为江城第一豪门的继承人，有什么合作是需要跟我这个刚认祖归宗的乡下千金谈的？你应该知道，只要江明月跟贺庭深的联姻还在，你就扳不了他。我可以帮你搞定贺庭深。搞定贺庭深，我自己就可以啊。是，你是可以，但是有我在，你不会成功。此外，我还可以帮你在这个圈子站稳脚跟。
就凭你？就凭我？所以江小姐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想要什么？拿到贺家跟江家合作的曙光医疗科技的核心资料。你跟贺庭深不是好兄弟吗？兄弟不就是用来卖的？再说了，卖给你，他好像并不吃亏。真硬。彼此彼此。江小姐，这笔买卖你只赚不亏。你是个聪明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童某小姐。今天呀，是婉莹第一天上学。明月，你在学校里面人缘好，多照顾照顾婉莹。放心吧，爸妈，我会照顾好妹妹的。而且，哥哥是学生会的主席，已经和学校打好招呼了，不会有人欺负妹妹的。爸妈，你们就别操心了，有我跟明月在，没人敢欺负婉莹。婉莹啊，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麻烦，记得给妈妈打电话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妈妈，学校是学习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有麻烦呢？只是，就算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，我也会制造麻烦。是啊，同学们，大家安静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旁听生江婉莹，大家欢迎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江婉莹，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她就是你们家从乡下接回来的土妞啊，听说连初中都没读完。那她岂不是每天都在家挑粪种地呀？我们学校的课你听得懂吗？难怪一进来就闻到一股屎味，原来是他带来的。真好笑。在家里有爸妈护着，到了学校就是我的主人，你就好好享受女主人的惊喜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少说两句。妹妹有上进心是好事，我们应该多鼓励她才对啊。明月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，我可是听说了。他昨天一回来他就欺负你。没事的，我已经原谅他，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。明月，这口气我替你出。表姐，他心眼多得很，你玩不过他。不就一白莲花吗？还对付不了他？放心吧，万一他回去给爸妈告状怎么办？爸妈最近对我很不满意。放心，所有事情都是我林渊看不下去才做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算舅舅舅妈知道了，也不会拿我怎么样。好了，大家安静。江婉莹，你先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吧。婉莹，你坐我前面吧，姐姐会照顾好你的。好啊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这可能是某些人不受欢迎的证明，是吗？怎么要拍照告诉妈妈？喂，高壮晶，受不了就滚回幼儿园去，什么大学？江婉莹，疯了！江婉莹，你疯了！呀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挪一下桌子，我没想到会伤到你。我伤到你哪儿了？啊，是这儿吗？我给你揉揉吧。姐姐，我在乡下干农活干惯了，手劲儿大，我没弄疼你吧？你放手！你是不是要去找妈妈告状啊？可是，就算你跟妈妈说了，她也不会相信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好了，来个人送江明月去医务室。下次再有这种给同学在桌子上乱涂乱画，一律按校规处置。你给我等着！好，我等着。这些知识我之前都自学过，现在捡起来不算难。
走了。真好，不管过程如何，还是来到了心仪的学府。江婉言，学生会安排你这周负责打扫教学楼的公共卫生间，现在就去吧。我要等的东方来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同学，你为什么推我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哟，这就怕。刚刚在教室那个嚣张劲儿，在江家有人护着你，在学校，哼，我看谁还能帮你！林同学，我可是江家的千金，你们这样对我，就不怕江家人找你们问责吗？哼，怕什么？谁不知道明月才是真正被江家看中的人？你，说不定哪天就被扫地出门了吧？我们今天就是替明月来教训你，对，要替明月出口气。好好洗洗你身上的穷酸和晦气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，好好反省一下，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你惹不起。既然你们要做江明月的狗，那就别怪我拿你们设局。袁姐放心，已经和学生会打过招呼了，今天不会有人来这个厕所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江婉莹，欺负明月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们走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豪门果然经历的风雨还是太少了，一个个都跟温室的花朵一样，愚蠢又无知。所有之前连个电子设备都不搜一下，往往还把手机藏在裤团里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开始吧。庭深，等一下，我手表落篮球室了，我回去找找。行，我陪你去找找。救我！救命啊！哎，云昭，你有没有听见女生的呼救声啊？救命啊！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，去看看。救我！门被锁死了，里面有人吗？救救我！我现在把门踹开，你离门远一点啊！知道贺庭生为什么喜欢江明月吗？因为江明月和他的白月光林寒甫一样，他是贺家资助的贫困生，因为被校园霸凌，恰好被贺庭生救了之后，便谈起了恋爱。贺家知道后棒打鸳鸯，将他送走。记住，贺庭生喜欢单纯善良的小白花，所以明天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怎么被人欺负了都不知道说呀？但是一味的软弱只会让人看清。林寒骨子里有着不愿意输给别人的坚韧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想自己解决问题，我不想每次都依靠别人。江无言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别叫了，人都晕了，先送医院吧。庭深啊，这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和云昭了。婉莹这孩子刚回来，性子软，受了这么大委屈啊，也不敢跟家里说。江阿姨，我查过监控了，是林园带人把婉莹锁到厕所的。那孩子是越发没分寸了，看来得找时间跟他父母好好谈谈了。不是我不是故意撞到姐姐的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婉言，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烫伤姐姐的，为
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？别怕，别怕，妈妈这次一定不会让你白受欺负的啊！别怕啊！林远是明月最要好的朋友，如果没有明月的授意，他真的敢如此明目张胆的针对江家千金吗？明月，我让你在学校里好好照顾妹妹，你就是这样照顾妹妹的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上午被妹妹赤手烫伤后，我就去了医务室，之后是我疏忽了，妈妈，你惩罚我吧。明月向你心善，应该是林远自作主张。明月，这件事也不全都是你的错，你不用太自责。庭生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婉莹啊，要不妈妈给你换个学校好吗？那里的同学呀更友善一点。不用了，妈妈，我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，我会努力让同学们都对我改观的。演技还挺好。阿姨，您放心，以后在学校我也会多照顾婉莹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这些事情发生了。贱人，没想到倒是给你机会攀上庭生了。庭生，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。妹妹，我也会照顾好你。庭生是我的，我绝不会让你抢走。是吗？那就请姐姐多费心了。这么迫不及待的宣誓主权，可偏偏我就是要抢走你和庭生。妹妹，昨天被关在厕所里，不好受吧？怎么会呢？要不是昨天被关进厕所里，庭生哥还不会来救我呢。庭生哥真的很温柔。贱人，你以为你能夺走庭生吗？怎么不会呢？说起来，我可是江家的真千金啊。贺家和江家合作的曙光生物医疗计划，正是由我全权负责。你觉得贺家会为了真千金的名头，放弃实打实的利益，是吗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。同学们，下周就要期末考试了。提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次期末考试，我们生物系的第1名将有机会进入到贺氏的生物实验组实习。希望大家好好努力，把握住这个机会。那我们下课。走吧，上个厕所。明月，这机会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贺氏未来的少奶奶。是啊，明月，你一直都是我们系稳居第1的学霸，这次第1名肯定非你莫属。我已经在实验组了，不和大家竞争了。这次你们要把握好机会。哟，这么用功呢？能看明白吗？这上面的字，他认识你，你认识他吗？喂，江婉莹，别说我欺负你，考考你，三羧酸循环的关键限速酶是什么？这么基础的知识，我们江大小姐该不会不知道吧？林同学，你的知识层面似乎就局限在这种入门级的问题上。真让人遗憾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文盲，还敢嘲笑我？林同学，动手前请先动动脑子，好好想清楚，还能不能承受欺负我的代价？就因为你，我们和江家几个亿的合作都打了水漂。林月，再有下次，我林家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你少在这吓唬人，是不是吓唬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就是仗着自己是江家的千金吗？林同学不也是仗着自己是林家的人，就肆意在学校欺负同学吗？我更喜欢用绝对的实力，让所有不服气的人闭嘴。所以，想跟我打个赌吗？怎么样，敢吗？赌什么？就赌这次期末考试的总分。你疯了吧？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敢跟我这个全系第2比成绩？江婉莹，你脑子没进水。圆圆，算了吧，
妹妹没有上过学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而且，就算赢了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对啊，连赌资都没有，我凭什么陪你过家家？林同学，那你想要什么赌注呢？谁总分低，谁就自己申请退学。怎么样，敢赌吗？一言为定。同学们拿到试卷后，先写自己的姓名和考号，重申考场纪律，严禁任何作弊行为。一经发现，立即开除。现在考试开始。难度不高，这次的范围有些超纲了，有几道题很偏。这次的题这么难，江婉莹怕是题目都看不懂吧？我赢定了。同学，我再检查一下吗？不用了，谢谢老师的提醒。这么早交卷，果然是破罐破摔了。蠢货，这次你输定，等着滚出清北，让爸妈对你彻底失望。虽然这次考试确实有些难，但是也不能这么糊弄。这个时间差不多该出来了吧？出来了。哟，出来的这么早，这还没开考多久呢，你就出来了？选择题全蒙完了就出来了吧？我们江家的脸全被你给丢尽了。终究是没读过几年书，比不上明月呀。婉莹呀，别听你哥胡说，你这才刚入学，一时半会儿跟不上也很正常。妈妈，我都是把题做完了才出来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题一点都不难。妹妹，在自家人面前就不用说这些撑场面的话。这次的题超纲了，很偏，就连我也不能全部做出来。这书还没读多少，牛倒是先吹起来了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万一考了倒数第一，该怎么跟爸妈交代吧？那可是为了你，给学校捐了一栋楼呢。哥哥，你别这样说妹妹，毕竟人生成功的道路又不只有一条。妹妹还可以安心的在家当一只快乐的米虫啊，反正我和哥哥也会照顾好她的，对吧？哎呀，明月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对于他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，就应该骂死他。明月，这次你考得怎么样？爸爸放心，这次考试虽然题很偏，但是我有把握拿下系里第一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明月这么优秀，爸爸把新药项目交给你，很放心。婉莹呀，考得怎么样了？没有关系的，尽力就好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不难。哟，还吹牛呢？江明月，再嚣张一点吧，站得越高才能摔得越疼。出分了，出分了！公示栏贴出来了，快去看看。走吧，吹牛大王，去看看你说的不难到底考了多少分。走啦。来，看一下。怎么会找到我了？这几真的好难啊！江婉莹，第一名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江婉莹，你是不是抄了别人的试卷？不然你一个初中都没读完的文盲，怎么可能会考第一？哥哥，我是第一个交试卷的，也是考的第一名，我能抄谁的？还是说你觉得我抄了第二名的？可是我的成绩比第二名高很多呀。是啊，第一名怎么作弊啊？这分数断层第一，抄也抄不了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我居然会说退学！我不要退学！婉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超纲的题目，你怎么会做的？爸爸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我一看就懂了，说不定是遗传了您和妈妈的聪明基因呢。我听说爸爸当年读大学的时候，每次考试都是生物系的全系第一。我们家婉莹呀，真棒！像我这脑子一看就像我。当年我在乡下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总是夸我特别聪明，但是那个时候家里没钱，我总是吃不饱饭，也没钱读书。
这才是我江耀国的女儿。要是没丢，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，现在的成就简直不敢想象。终究不是亲生的，天赋差得太远了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啊，都过去了。婉莹，爸爸看到了你的毅力和能力，爸爸很欣慰。这样，暑假呀，你就直接去公司，就去生物科技部，从项目经理开始做起。爸爸看好你的能力。爸，他一个乡下来的。够了，里轮不到你做主。凭什么？我当年进公司实习也是从最基层的助理做起，熬了多久才升上？他凭什么一来就跟我平起平坐？凭什么？爸爸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江婉怡，你作弊，你一定提前偷偷看了考题，不然怎么可能考得过我？这赌约不算数。够了，谁你的胆子？命我江家千金！这次考题是学校和贺氏一起出的，考试前10分钟才送到学校。他去偷看谁？爸爸，您别生气，林渊同学一定是怕被退学才这样说的。可是林同学，做人要讲诚信，你这样做的话，会让别人觉得你们林家是一个不讲诚信的家族。混账东西，你还嫌不够丢人？还不快给婉莹表妹道歉！哥，圆圆还小，我以后一定会让她改，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对不起，表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欺负你，我不会这样了，我不要退学。林同学，表姐，你的道歉我接受，可是那天咱们打赌的时候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如果现在你毁掉赌约，让人家怎么议论林家呀？婉莹说的对，混账，跟我去退学，走走走！我不要退学。明月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跟爸妈求求情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出气啊。林媛，是你自己非要立下赌约，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赌，你现在来求我有什么用啊？我跟你不熟。蒋明月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让我知道你在背后搞什么小伎俩，针对婉莹，那和贺家的联姻对象，我就要重新考虑人选了。妹夫，做生意要讲诚信。如果你们还想守住林家的名誉，知道应该怎么做了？放心，大舅子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叶昭，现在就跟我去退学，走！我不要退学，放开我！没事啊，我可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圣人，我是锱铢必报的蛇蝎，得罪了我还想全身而退，天真！我们走吧。江明月，这局还是我赢，你的骄傲，你的依仗，你偷来的一切，我都会一点点夺走，能让你一无所有。庭生哥，江婉莹，你怎么到实验室来了？我是今年学校期末考试的第1名，有机会来实验室实习1个月。爸爸也是这个意思，他想让我来实验室多学习一下，之后再进公司历练。第1名？你以前不是没上过学吗？你这么优秀啊？没有了，只是比别人努力一点而已。有目标，有韧劲，还谦虚，很不错。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，大家都过来一下吧。各位，这位是江婉莹，今年清北生物系的第1名，从今天开始在我们实验室实习1个月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人，很多地方都需要你们多多指教，麻烦大家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好了，大家都去忙吧。婉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先跟着我学习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随时问我。好，谢谢庭生哥哥。为什么我只有庭生啊？如果失去联姻，我就会被逐出江家。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逼上绝路？江婉莹，是你逼我的。喂，上次你们没成功，我不计较，这次给我做干净点。哼，杀了江婉莹，价钱翻倍。
鱼儿上钩了。庭生哥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没事，也怪我一忙起来就忘记时间了。不是的，庭生哥，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。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那要不你请我吃饭吧？好。喂，什么？你现在立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我马上就赶回来。万一明月那边出了点紧急情况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可是这么晚了，你……没关系的，庭生哥，你赶快去吧，我待会儿自己打车就能回去了。好吧，我先走了。江明月，我真是好奇，这次你会出什么招？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，一定要给我一个能把你彻底赶出江家的把柄。就是他，给我追！哦，正好，看你往哪儿跑！时机到了。这么大的雨，这么晚了，万一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这电话也接不通。哎呀，真是急死人了！啊，就别瞎操心了，人家现在本事大着呢，攀上了明月的未婚夫，跟人在外面瞎胡搞呢，哪还记得回家？真是没劲。对了，明月也没回来。明月可能是被实验室的事耽误了手脚，但婉银谁知道在哪乱搞啊？越说越不像话。不管，你马上给庭审打电话，问问他们在哪儿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像什么话？明月，明月你在哪儿？管住你的嘴！放心吧，江小姐，这点职业素养还是有的。明月，明月，明月！庭生，算你走运！庭生，别走，我害怕。你受伤了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什么？婉莹还没回家？我接到明月的电话，明月说她被人跟踪，我就把婉莹放在高速路入口了。什么？你把婉莹一个人丢在高速路口了？那你现在人呢？明月怎么样？明月她受了点小伤，我现在就送她去医院。伯母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伯母，你现在立刻报警，我会动用我所有的人脉和资源，立刻去找婉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她的。庭生，怎么了？婉莹失踪了，我现在先送你去医院，然后立刻去找她。江婉言，她永远也回不来。怎么了？庭生说他接到明月的求救电话，就赶去救明月了，把婉莹一个人丢在高速路口了，现在人也联系不上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婉莹她失踪了。那明月呢？有没有受伤？婉莹也是你的妹妹，你也应该关心关心她。谁让她自己不检点，大半夜一个人吓唬我，什么都指望不上你。婉婉，立刻报警，并且通知张秘书，动用江家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，沿着高速路周边给我搜，立刻马上。好。大小姐，婉言，你在哪儿？大小姐，小姐，婉言，你在哪儿啊？快，这里有发现！这是婉言的包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婉言，夫人，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时机到了。真当我是娇滴滴的小白花呀？局长，哇！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有时真挺佩服你的，江婉言，对自己都能下手这么狠。苦肉计，苦肉计，不吃点苦，怎么能叫苦肉计呢？
哎，没事，走吧。啊！你干什么？怕你失血过多死了。太子爷是在心疼我？当然啊，有你这么聪明的合作伙伴，失去了我去哪儿找啊？这次一定要让那群杀手指出江明月就是收买他们的人，我这次要按死他。知道。好好审。对了，通知江家人去医院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婉莹怎么被伤成这样了？我今晚刚好从城郊高速路过，发现江婉莹被一群歹徒追击，就把她救下来了。就是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失血过多昏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哪里来的匪徒？江城谁敢对我们江家动手？还一次就伤了我2个女儿。医生刚刚已经处理过伤口了，等他醒来，你们进去看看他吧。真是事儿多，大半夜不回家，非要跑什么荒郊野岭，能不遇到危险吗？妈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妹妹她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出事的。贱人，可真是命大。今天多亏了你，云长，只是不知道那些匪徒怎么样了，找到了没有？你好像很关心这些绑匪的下场。没有，我只是随口问问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果爸妈知道我买凶杀人，一定会把我赶出江家的。不会的，齐云昭不是什么多管闲事的人，我做的也不会让他知道。云昭，今天的事谢谢你，都怪我一时疏忽，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。不必谢我，等他醒了，你自己跟他道歉吧。云昭，这份人情我们江家记下了。江伯伯，那你们先守着，我先告辞了。嗯。喂，少爷，都审清楚了，口供都录下来了。知道了。妈，我被麻省理工录取了，我可以去米国上大学了。妈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个屁用啊！把我老娘现在就在家待着，等我给你找个好国家换彩礼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就不要再想什么上学的事儿。我跟二狗他娘已经说，下个月你就跟二狗结婚。放心吧，妈不会害你的。女孩子家读多少书不重要，嫁对人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走走，现在就去二狗家。我不去，有得了你了。现在给我走，走吧。走，不要！怎么了，婉莹？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可怜的婉莹，是哪一个爱钱刀的，对你下手这么狠？让妈妈看看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要不要找个医生再来给你看看？妈妈，我没事了。来，喝点水。妹妹，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？你不回家，怎么也不打个电话？是我让大家担心了。明月，你妹妹遭受这么大的委屈，你还在这责备她，你还有没有心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贱人！庭师哥，我是不是也麻烦到你了？对不起。来，给我吧。昨天晚上那个地方太偏僻了，我一直都打不到车。我本来想着自己走回去的，结果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
平生哥，我麻烦到你了吧？万莹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害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昨天晚上，圆圆哭着打电话给我，我想着人命关天，所以就……这次是我考虑不周。你一个女孩，也随时可能会遇到危险，怪我没有考虑到。我保证，以后我绝对不会丢下你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当你指责一个人的时候，会下意识为自己辩护，而理解和宽容才是捆绑愧疚最好的绳索。可是，我要你永远记住这个愧疚。妹妹，你说你打不到车，那你怎么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，让家里来接你？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在实验室待到太晚了，手机忘记充电。我是想给家里打电话的，但是我的手机没电关机了。好了，这次怪我考虑不周，明月，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，好吧？天生哥，你别怪姐姐，这次的匪徒来的莫名其妙的，谁也没有办法提前预料，对吧？难道他知道什么吗？不可能，他肯定是来炸我，我一定不能自乱阵脚。对，天有不测风云嘛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件事儿，我看不像是天灾，更像是……开什么玩笑？军长，你想什么？钱、项目、江婉你能给的，我都能给你。哎呀，江大小姐真是大，只是可惜我齐云章什么都不缺。是江明月，江大小姐指示我们的，她给了我们100万，让我们去杀那个江婉莹小姐，说只要做得干净，事后还有重谢。怎么会是姐姐？江大小姐，人不可貌相啊！怎么会是姐姐呢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呀？你为什么要害我呀？我们江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对我女儿，你好狠毒的心啊！妈，真的不是我，这个证据是伪造的，我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我怎么可能是凶手呢？哦，那江大小姐的意思是我故意伪造证据在陷害我，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这伪造证据可是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要不我们报警？至于这伤，江大小姐怕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上演的苦肉计。算了，我还是找警察好好调查调查。不要报警！爸，你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你最清楚我的为人。这真的不是我做的，你相信我。小姐养了你19年，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？江明月，今天从江家滚出去，我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哥，真不是我做的，你相信我吧。爸，就算是明月做的，他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他。肯定是江婉莹，江婉莹这个贱货和明月的未婚夫偷偷勾搭在一起，他才一时兴起。你这个亲属不分的孽畜，婉莹才是你妹妹。庭生，庭生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你最清楚我的为人，你把我给爸，求求请。滚开！江明月，原来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看清你的为人，你竟然利用我的真心，你算计我，还差点害死婉莹，不可救药！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江明月，这次你彻底众叛亲离了，我
我绝对不能被扫地出门。贺庭山，是你逼我的。贺庭山，江伯父，这件事一传出去，对江家和贺家来说都是丑闻。我作为明月的未婚夫，愿意一个人承担下所有后果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给明月一次机会吧。他怎么会突然帮他说话？江伯父，这件事一传出去，对江家和贺家来说都是丑闻。我作为明月的未婚夫，愿意一个人承担下所有后果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贺庭深态度骤然转换，看来是江明月拿捏出了的什么把柄，跟贺家撕破脸，损失太大。婉莹虽受了委屈，但终究没出大事。好吧，庭深，既然你为他求情，那明月的事就算了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江明月，现在没收你公司名下所有股份，从此以后不准再踏入公司，在家安心备嫁吧。没关系，只要我是贺太太，迟早我能把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爸。婉莹啊，爸爸这样做，你能理解吗？我能理解爸爸，我也能原谅姐姐。好，不愧是我江耀国的亲生女儿，识大体，懂进退。不过你放心，爸爸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。江明月所有的股份全都转到婉莹名下。婉莹，你好好养伤。好，一切都听爸爸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事就到此为止，大家都回吧，让婉莹好好养伤。走。江婉莹，这一局我才是赢家，咱们走着瞧。好啊，那我等着。齐少爷，还不走啊？我要休息了。伤心了，费尽心思以身犯险，结果还是没有把他彻底摁死，所以被挫折打倒了。伤心？是有点。我没想到他手上竟然还有让贺庭深就范的底牌。不过细想想，确实是我大意了。从回到江家开始，一切都似乎变得太顺利，夺走他的宠爱，抢走他的光芒，连他最在意的婚约都似乎变得唾手可得。哼，胜利让我有些膨胀，以为他早已是瓮中之鳖，却没想到北极也会跳起来。我更是低估了他隐藏的底牌。不过这次失败不算什么，本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事情嘛。但这次呢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，不能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利益才是通往胜利的通行证。看来这次来医院不是白来，学费交值了。不过江小姐，我们的合作你还记得吗？我可不是会白白的
奉献的人。你放心，答应你的事情我肯定会做到。这个世界上的路本来就不止一条，我一定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哦，看来江小姐已经有计划了。等我进到曙光医疗中心，成为他们的核心专员，那我拿到这些核心资料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所以，合作继续，我帮你拿到核心资料，你助我在江城豪门圈站稳脚跟。都这样了，手就别忘了。合作愉快，童某小姐。婉莹，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？怎么这么早就来实验室了？平生哥，我本来伤的就不重，在医院也是浪费时间，不如早点回实验室，希望能多学点东西。婉莹，那天明月的事，其实那件事绝对不能爆出来。贺庭深，你别忘了你在美国的事情。那你愿意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吗？好好说说，江明月到底抓住了你什么把柄？那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以后只要你开口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会满足你。看来犯的事不小，不过能拿到这个承诺也不错。庭深哥，你别说了，我明白，你也有你的苦衷，我不怪你了。庭深哥，你和姐姐一起，这样不合适。马上要开组会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。要让一个男人离不开你，就是让他心疼，心里对你产生愧疚。我们之间还没完，你真以为贺庭深可以死心塌地的对你，保你余生无虞吗？我好不容易走进了江城少年圈，既然你铁了心阻我，这一怒抢走你的所有，让你彻底下地狱。这个蛋白表达量异常升高，肯定是诱导条件出现了问题。我建议立刻调整，培养基成分。我觉得应该是检测系统的背景干扰，应该多重复几次实验，排除仪器误差。都重复3次了，数据波动还是这么大，这个方向根本就是错的。我倒觉得是细胞代谢通道的反馈机制出了问题。可能是生物酶导致的数据变化，我们可以尝试在诱导的同时加入 YY 抑制剂，彻底的阻断这个旁路，再慢点数据变化。江小姐，这里是实验室，你天马行空的想法收起来，我没空陪你。是啊，我们都是按照成熟的方案做的，你一个新人，什么都不懂，别下指挥。实验不是自立啊，庭深哥，既然老办法行不通，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方法呢？不破不立嘛。不破不立。没错，婉莹说的对，不破则不立。大家立刻进行新的实验。不破不立，他一个新人懂什么？他一个新人懂什么？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没记错的话，贺总好像是他姐姐的未婚夫。姐夫小姨未婚夫啊，真的。你们，庭深哥，各位作为专业的实验室人员，竟然在这儿造谣八卦，真让人可惜。有时间在这儿造谣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优化方案。况且，贺总向来专业公正，你们这样子去造谣他，
就是在质疑贺总的专业，或者说，是在掩盖你们的无能。你们是想离开这所实验室，所以才想毁掉贺氏。不敢，是我们多嘴，实验我们一定配合。走。姐夫，实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，不辜负你的期待。贺庭深，你可一定要保持住你的愧疚之心啊，这样我才能借此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。成功了！我一共做了14实验，确定了，的确是生物酶导致的波动。这是我的实验数据，大家请看。哇，这么详细，真的？是啊，太厉害了吧！江研究员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真是不该呀。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的这个方法太厉害了。对呀，是啊，真厉害！没想到还能从这个角度解决问题，佩服啊！我为我刚才的言论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江研究员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家都是为了项目能够顺利进行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都是正常的。我资历浅，以后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。好嘛，不敢其实。文莹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曙光生物医疗的核心团队，你愿意吗？补偿来了，我的荣幸。文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哦，是啊。庭深。那个下班了，先走了啊。我也走了，拜拜。是。回家接孩子放学了。我也要回家接孩子。庭深哥，那我也先走了。姐姐，你们两个好好聊。江明月，嫉妒吗？那就大闹一场，你和庭深闹得越大，我才能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我的谋划。庭深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去试婚纱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庭深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？这桩婚是怎么来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江明月，我劝你最好安分守己，不要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。不属于我的东西，这一切本来就该属于我，是他江婉言抢走了属于我的东西。江明月，你真是冥顽不灵，无可救药。庭深，我们忘记那些不愉快，我们和好，好不好？你不想让我做的事情，我都不做。我们有那么久的感情，破镜难重圆。江明月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以后我会对你相敬如宾，贺夫人的体面我会给你的。贺庭深，我这么卑微的求你，你也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爱上江婉言了？你竟然爱上了那样一个装模作样、满口谎言的女人。我们就这样一直互相纠缠，谁也别想得到爱情。你看这个，这个酶
欢迎。庭生哥，这是曙光项目下一阶段的初步参数和具体架构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文件不允许被带出实验室。哦。原来如此，只是贺家的技术思路有些陈旧了，如果换我来做，我能做得更好。看完了，是有一些想法，不过需要时间整理一下。好。大家听一下，成功了！按照婉一的优化方案，第3阶段的催化效率提升了35%。这个困扰了我们几个月的难关，终于突破了，真是太厉害了！婉一，这次多亏了有你。是啊，真是天才的想法。你们过奖了，这都是咱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呀。啊，对了，庭生哥，我在贺氏的实习期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这么快？婉莹，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我希望你可以正式留下来。谢谢庭生哥的认可，我也很想留下来的。不过爸爸说想让我尽快了解江家的业务，我要回江市了。拿到了核心资料，我们贺氏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。嗯，妹妹回来了，实验室的工作都忙完了吗？妹妹，别急着走呀，姐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和庭生的婚期已经定了，就在下个月。恭喜姐姐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一直在贺氏研究院，其实就是为了庭生。但是身为姐姐，我还是劝你死了这条心，因为贺少夫人的位置只会是我的，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姐姐你目光短浅。姐姐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从贺氏离职了。爸爸安排我进江氏，以后我就是江氏集团的总裁了。姐姐，你汲汲营营，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贺夫人，而我将会是江总。我们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敌人了，你怎么能觉得你赢了呢？不可能，爸爸怎么可能直接让你当总裁？当然是因为我能力卓绝了。所以姐姐，我真心的祝福你得偿所愿，牢牢的坐稳贺夫人的位置。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唯一能抓住的东西。姐姐，你可一定得抓住贺氏这根救命稻草啊！而我会让你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，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大晚上的，小江总还在为了事业殚精竭虑啊？等你很久了。贺氏的核心资料我已经到手了，效率不错，东西呢？全在这儿了。不过，根据他们的基础数据，我又推演出了一套全新的、更优化的技术路径，效率保守估计提高2倍。所以，齐云昭，你现在呢有2个选择，一个就是拿贺氏的原始版，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套升级版，你要哪个？我嘛，自然是选择后者。
徐云昭，我想知道你会怎么对付贺家？自然是让他们一无所有了。好，目标一致。我有一个要求，新药的发布必须要在江明月和贺庭生婚礼那天。我要他在美梦即将达成的那一刻，亲眼看着贺家这座靠山崩塌，看着他所依靠的一切都化为泡影。我要他永无翻身之日。据我所知，贺庭生好像没有对不起你吧？甚至他还喜欢你，你下得去手？可他站在了我敌人的阵营，他成为了我敌人获胜的砝码，那么他就是我的敌人。好，够狠，够精彩。成交。齐云昭，你和贺庭生一向关系不错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整垮贺家？童某小姐，知道的太多是会被灭口的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恭喜！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恭喜啊！江贺两家联姻真是强强联合，以后生意场上请多关照。一定一定啊！多多关照。那我们先进去了。好，好，前面请。里面请。请。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那位不才是江家的亲生女儿吗？我看她模样气质都比江明月强，怎么最后联姻的还是江家的养女啊？听说这位真千金本事不小，在贺氏研究所做出了不少成绩呢。那能为什么？贺总对江明月一往情深呗。那江家还真是大度，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都这么好。唉，要我说呀，这血缘才是根基。辛辛苦苦培养了半天，最终啊，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，图什么呀？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这一定是一个让江明月和贺庭深永生难忘的婚礼。哎呦，真漂亮啊！真漂亮，是啊，真好看。月啊，今天你嫁进贺家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江家对你仁至义尽，以后就少在兴风作浪了。爸爸，自从江婉莹回来之前，我所有的过错您都能够包容。血缘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当然。贺庭深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你身边的江明月小姐为妻？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贵贫穷、健康或者疾病，您都愿意一直爱着她，忠诚于她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贺庭深，你别忘了在美国的事。你想身败名裂？不愿意。恭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。他不会觉得自己很深情吧？装出一副
身不由己、情深似海的样子给谁看？奉劝你一句，像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，最是别碰。江明月，当你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开胃菜吃的差不多了，该上正餐了。天哪！贺氏股票突然大跌，现在跌停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快看新闻，推出了全新启明系列药剂，宣称效果完全碾压贺家赖以生存的曙光项目。什么？这绝不是巧合！贺家这是惹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，要往死里整！哎，贺总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先走一步啊！我们也有家里有事，我也先走了。我走。这你们什么事啊？这是。哎，董事长不好了！说，其实发布的新药，无论是在成本还是疗效上，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。刚刚收到消息，之前签过意向合同的所有医院和代理商，现在全部都要终止合同，退货退款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立刻注入资金，稳住股盘。稳不住了，有一股庞大的资金正在疯狂的攻击我们的股盘，我们的股盘已经被彻底击破了。何家快要面临破产清算了。院长，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说一说，让你们起示那个新药跟我们贺氏合作呀？你这次帮了我，我以后什么都答应你。求我啊！你不会以为我会答应吧？贺家吸干了我妈的血，才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，是时候该还了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，舅舅？麒麟昭的母亲不是金海林家大小姐林痴吗？这其中有什么隐情？你们也该体会体会我跟我妈当年过的日子。院长，你……对了，江大小姐，恭喜！怎么会这样？努力了那么久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是你干的，贱人！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吧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够了，这一切是你自己选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爸，贺家破产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跟咱们江家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现在明月回家吧。哥哥，姐姐和贺家婚礼的事，江城人尽皆知，慈家该不会把怒发泄到咱们江家身上吧？贱人，你就是不想看我好过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回江家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也只是为大局考虑。听说江家一向很宠爱这个养女，也许看在她的份上，江家会出手帮忙。亲家，现在喜结连音，也是同气连枝啊！这次你帮我们贺家渡过难关，我将来一定会对明月好的。贺家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了，江家可以沾上。至于江明月，本就不是我江家的血脉，忘恩负义还自私歹毒。贺董慎言，明月只不过是养女，之前还多次陷害我亲生女儿，心肠歹毒。今天过后，江家与他与贺家再无关联，告辞。亲家，你看看，哎呀！爸，不管怎么说，明月也是您疼了19年的女儿啊，我们不能不管她。蠢货，要拿着整个江家一起陪葬吗？再不走，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姐姐，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，落子无悔。你彻底输了。贺庭山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贺氏集团涉嫌多项经济犯罪，将依法对贺家旗下所有产业进行查封和冻结，请你们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我只是跟贺庭生订婚，我不是他们家的人。哎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打得人头各自飞，够狠心的。走吧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啊！这里是高档别墅区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瞎了你的狗眼，敢拦我！我可是江家大小姐。江家大小姐？狗屁！江家已经派人通知了，江家就只有一个大小姐，就是江婉银小姐。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！滚！哪里来的穷鬼疯婆子，穿着这身破烂就敢往里闯，还敢攀亲戚？江家是你攀得起的吗？赶紧滚！江婉银是不是在这儿住啊？滚滚滚！江小姐是江城顶级豪门的千金，哪是你们这些下等人可以见的？我懒得跟你说。哎呀，打人了！这有钱人家的保安了不起呀！快查死人了！有没有人管？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再这样我可就报警了。报警？你去报呀！就算是报警，那也是我有理。这江婉莹跟我女儿王巧那是好朋友，我女儿跟他出去玩了一趟，就被大水冲走了。是他江婉莹害死了我女儿，我不要她偿命，赔点钱总行吧？啊！你有证据吗？我看你连江小姐什么样都没见过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故意来碰瓷的。你看看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个就是我女儿王巧，这个就是江婉银，看着了吗你？你说谁是你的女儿王巧？这个还是我女儿。哼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哼，江婉银，王巧，你死定了！和我做笔交易吧，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。好。婉莹啊，这段时间你在公司的表现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都是爸爸教的好。对，都是爸爸教的好。集团里啊，那帮老家伙提起你都不得不竖大拇指，佩服得很。这次啊，贺家一夕之间倒闭，我们江家也断尾求生。唉，爸爸老了，集团终究要交到你们年轻人手里。爸爸，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呢，集团还等着您掌舵呢。好，谦逊有礼，沉得住气。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还能再撑几年。不过，你也应该学着管理公司了。经过董事会讨论和我慎重决定，下个月起，你就正式加入江氏集团董事会，担任执行董事，并且我在这里正式宣布，江婉银是我江耀国唯一继承人，江氏集团未来的掌舵人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我呢？我才是江氏的儿子，他一个刚回来没多久的丫头片子，凭什么越过我去当继承人？你闭嘴！除了会惹是生非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让你进公司，不是把我们江家往火坑里推啊！坐下。婉银，签字吧，签了它，你就是江家未来的继承人。谢谢爸爸，
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会辜负您的期待。快签吧。还不能签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江家的真千金江婉银，而是偷走江婉银人生的小偷王巧。王巧，你现在锦衣玉食的，怎么不告诉你亲生妈妈一声？哎呀，我闺女啊，妈以为你被大水给冲走了，你没死，怎么也不告诉妈一声。妈这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跟妈回家吧。啊，这里是婉银的家，你不能赖在这里啊！啊，走走走。哪里来的疯癫老妇？这是我女儿江婉银，不是什么你可以随意攀扯的人。管家，把江明月和这个疯子扔出去。爸爸，不如听我说两句。对啊，爸，明月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人，要不听他把话讲完。她根本不是江婉银，而是王巧。照片上的另外这个女孩才是真正的江婉银，但这个江婉银已经被这个恶毒的女人给害死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在婚礼上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但是你也不能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就又故技重施，污蔑我不是江家的女儿啊！妈妈，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女人。哎呀，老天哪！女儿不认亲妈了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哎，江婉云，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是吧？爸妈，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。江明月，你之前就已经质疑过婉仪的身世，并且我们也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。现在你已经跟我们江家断绝了关系，我们江家不欢迎你。爸爸，之前那些鉴定他肯定做了手脚，你们就再测一次。爸妈，明月说的有道理，我跟这个江婉银一直亲不起来，完全没有血缘感应，他肯定是个假货。给我闭嘴，混账东西，整天正事不干。这个家里啊，你跟江明月最亲，要不你跟他一起滚出江家，当没生过你这儿子。爸爸，既然姐姐这么言之凿凿，肯定我就是假的，那就让姐姐拿出一点实质性的证据来。如果到时候爸爸妈妈还是怀疑我，那我愿意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这张照片还说明不了问题吗？这位阿姨，这张照片的确是我和王巧的合照。王巧意外死亡，我也很痛心，但是这不能成为你污蔑我的理由啊！爸爸，既然这个阿姨坚持说我就是她的女儿，她又说一路从乡下过来找我，那么她身上一定有我和家人的合照才对。你拿出来呀！刘琴，你当年说我一个女孩照照片就是浪费，连全家福都不愿意带上你，你怎么可能拿得出证据？好你个白眼狼！如今你翅膀也是硬了，自己一个人在城里头享福，就不认亲妈了。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像是做母亲的模样吗？要不把他们赶出去吧。我只是受够了江明月一次又一次的欺负婉言，明明婉言已经受尽了委屈。管家，立刻叫保安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扔出去！快点证明他的身份，不然那些钱你一分也别想拿到。对，我女儿王巧的小腿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你们家婉言没有吧？现在只要她把裤腿掀起来，你们自然就会知道她到底是谁的女儿。你要是有本事，
就把裤腿掀起来，给大家看一看呀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我女儿给你掀裤腿？江婉言，你是不是不敢承认？如果你是江家的人，那就把你的裤腿掀起来，证明给我们看。姐姐，是不是只要我这次证明了，你以后就不会再拿我的身份针对我了？是，我发誓，只要你做了，我再针对你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好，希望姐姐说话算话。医生，请把我腿上的斑去除掉。这怎么可能？回到江家的那一刻，我就只会是江婉言，没有任何人能揭穿我的身份。不可能！你肯定是提前把他给点掉了。姐姐，我已经证明过很多次我的身份了，为什么你非要揪着我不放？够了！保安，把这2个贱人给我拉出去！王强，走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已经跟我们江家断绝了关系，滚！爸，我知道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，我有办法跟贺家彻底割席，并且让齐家不会报复我们江家。这个 U 盘里面有贺庭生肇事逃逸的全部证据，只要把他公之于众，那么贺家就绝无翻身的可能，然后齐家也会看出我们江家的诚意。只要你答应我不赶我走，我就把它给你。爸爸，既然姐姐知道错了，那为了江家的未来，就原谅她这一回吧。如今还不是完全清算的好时机，江明月，之前的一切都只能算是利息。你欠婉莹的债，我会让你慢慢偿还。哎呀，还是婉莹懂事啊！明月啊，你要多向婉莹学习，以后不能再胡闹了。谢谢爸爸，我自然明白您的用心良苦。江婉莹，只要我还能留在江家，我迟早能拿出切实的证据，让你没有狡辩的机会。美女，大晚上一个人多无聊啊！走，哥带你兜风去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当然是翻墙了。你现在进来干什么？来找你谈心啊。真难得，太子爷找我谈心。为什么？明明赢了却不开心？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吧。每天都在演别人，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勾心斗角。其实这样挺没意思的。江婉莹，你嘴里真是没一句实话呀。你是想那位已故的朋友了吧？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是我们村里最好的一个人。可惜，好人不长命，能活下来的，都是我和江明月这样的人。你不想成为别人，我可以帮你。我是一个讲信用的商人，我说过，会让你在江城豪门的圈子里站稳脚跟。只要你答应我，跟我联姻，我们这个圈子讲究利益至上。只要你成为齐家的少夫人，你想做谁就做谁。
没有人敢说你半句。齐少爷牺牲这么大，难不成是爱上我了？因为江婉银，你很聪明。江城这个圈子里无聊太久了，我不想看你消沉，看你挫败。所以江小姐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不必了。不过，我有一桩合作，想跟齐少爷谈谈，有兴趣听听吗？不愿意跟我联姻，又想借我的事跟我谈合作，你不觉得这样很矛盾吗？那不一样，抛过来的是橄榄枝还是枷锁，我分得清楚。我知道，嫁给一个很厉害的男人，同时会拥有很多东西，但这也意味着一件事，就是我的一生都不能跟你唱反调，把一生都依附于别人，是一件特别可悲的事情。江明月就是前车之鉴，所以合作就不一样了。合作的话，我们是盟友，是各取所需，是权衡利弊，不用一方臣服。不得不说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那么说说，怎么合作？齐氏出资帮我建一座实验室，实验室的成果3年内仅供齐氏使用，怎么样？划算吧？确实，不过作为合作伙伴，我应该有权利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吧？明明江氏马上要成为你的囊中之物了，不是吗？不是的，谎言就是谎言，即使没有被拆穿，那也是谎言。依靠谎言得到的东西，我很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不想依附于任何人，不管是你还是江家，不会背叛我的，只有我自己。我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势力，我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你知道为什么从你一进到江家我就注意到你，要跟你谈合作吗？因为你很像一个人。这话贺庭深也说过，齐少爷也有白月光啊。你很像我，我们有相同的经历，一样的野心。齐少爷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曾经差点被饿死，被人当成货物一样随意的评头论足，被人埋在土里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。这些齐少爷见都没见过吧？这些经历我都经历过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经历过，所以江婉仪，我们是一样的人。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的扳倒贺家吗？因为我的亲生母亲根本就不是金北云氏的云家大小姐云芝，而是江城贺家贺昭的亲生妹妹贺银霜，也是曙光项目最初的实验员。我的母亲贺银霜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，她最先提出了曙光项目，拯救了无数陷于病痛的人，也将贺家推上了江城第2豪门的位置。只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，他的哥哥嫉妒他的才华，怕他抢走继承权，于是下药将他送给了一个位高权重的人。那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齐家家主祁连。之后，贺昭找来记者，
污蔑我的母亲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，让她名声扫地。快拍，快拍，快！大新闻！救命啊！我的母亲就此被赶出贺家。离开贺家后，她坚持进行科研，为此申请了去国外留学。但不幸的是，她怀孕了，一个孽种。但我的母亲犹豫很久，还是决定生下我，并一个人将我带大。只不过因为贫穷、疾病、劳累，她在我6岁那年就撒手人寰了。之后，我被送到了福利院。最后，齐家的少夫人云芝因为意外无法生育，但是齐家又不能没有继承人，便找到了我，把我接回了齐家，改名为齐云昭。齐云昭，你不会是不想跟我合作，然后故意跟我说这些，觉得我又知道的太多了，然后把我灭口吧？不得不说，江小姐，你倒是挺有讲冷笑话的天分。唉，我是齐家的私生子，这件事江城人尽皆知。不过在我扳倒祁连那个老家伙之后，就没人敢说什么了。这就是权力啊！你既然知道权力的用处，居然还敢拒绝跟我的联姻，江小姐，这是前面有一条康庄大路你不走，非要选择一条最难的路。但我这个人呢，从来都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。与其嫁给豪门，不如成为豪门。所以，我刚刚提出的合作，太子爷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很欣赏江小姐的合作，不过在商言商，3年的合作期限不够，我要5年的独家合作权限。可以，不过其实不能垄断，不能抬价，这些药我要人人都用得起。合作愉快，江老板。合作愉快，齐总。有些人真是大牌面，吃个饭，一家人等一个人。婉莹这些天为了实验室的事情，忙得脚都不沾地。你整天游手好闲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？吃你的饭。婉言，来妈妈身边坐。快吃。爸爸，既然妹妹工作这么忙，要不然让我回公司帮她分担分担。江家最看重的就是利益，只有在江氏拿下话语权，才能在江家站稳脚跟，之后再想办法彻底赶走江文。爸爸，毕竟我之前是江氏的首席研究员，比起妹妹，还是我更了解目前江家的实验进程啊。不够，这些还不够，我必须继续加码，让爸爸允许我回公司。爸爸，再过2天就是国际生物制药峰会了，只要让我进公司，我有信心在峰会之前研制出比曙光计划药效更强的新药，让江氏一鸣惊人。婉莹，你怎么看？爸爸，如果姐姐说的是真的话，那我自然是同意她进公司了。不过，明月真的有这样的实力吗？爸爸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这次做不出来，我这辈子就再也不踏足江氏。
爸爸，既然姐姐这么有志气的话，那不妨就给她一次机会，一切都是为了江氏嘛。既然婉莹已经说了，江明月，我希望你说到做到，谢谢爸爸。是吧？爸爸，我今天约了合作商谈合作，我先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启明生物研究所正式起航，愿与诸君共勉。苍苍，这是属于我的实验室，是我真正的退路。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药效还是提高不了？这次的药效比曙光计划提高了35%，继续研究，还会有机会继续提高。小江总，您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办法，您才是真正的天纵奇才。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这组实验数据很重要，拿去归档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些数据特别重要，千万不能泄露。是。鱼饵我已经抛了，就等鱼儿养钩了。你没事吧，江研究员？我没事。你的手好像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行，我得把这些文件归档。那我帮你把文件送到档案室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小江总特意嘱咐过，这些文件十分重要，一定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我是江婉莹的姐姐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这个就交给我吧。而且我们研究员的手最重要了，万一留下什么永久性损伤，那可就不好了。走吧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江研究员。江婉言啊，江婉言，居然能想出来这么好的研究思路。哼，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是我的。听说婉莹和明月都提交了研究成果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爸爸放心，我一定让江家成为这次峰会的焦点。我之前不知道妹妹也提交了研究成果，妹妹的准备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姐姐，我准备的很充分。那就好。走。江婉言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风光，今天我就会把你彻底踩进泥里。哼！哦，江家的人来了。听说江家这次可是提交了2个项目，难不成这江家和贺家切割之后，真能一飞冲天？还要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呀。这个江家的真千金江婉言被传得神乎其神的，她真的有能力独立负责一个项目吗？我看是江家为亲生女儿造势呢。不过话说啊，前面还空出来2个位置，是给谁准备的？在江城还有谁能和江家平起平坐？据我了解，那个位置是之前骑士利亚赫氏的曙光项目的总领人了，听说啊是个科学怪咖。尊敬的各位业界同仁、媒体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本届全球生物制药峰会现场。现在我宣布，峰会正式开始。接下来有请江氏集团生物制药人上台，为我们宣讲他们最新带来的制药成果。妹妹，就让我先上去吧。
就当是抛砖引玉，让你压轴出场。行。癌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，而我这次的研究正是利用生物制药技术研制出来的特效药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我们实验的部分数据。没想到这江明月在科研上竟有如此的造诣。不过江家和贺家切割后元气大伤，我还以为江家就此沉寂了呢。看来江家要翻身了。综上所述，我们这次的特效药在临床试验中对癌症的治愈率达到50%，这对全球数百万的癌症患者将是带来重生的希望。这简直是造福全人类。感谢江明月女士带来振奋人心的成果。接下来有请江氏科技的另一位代表江婉莹女士上台。请江婉莹女士上台。人呢？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？不然之前的结果都是造势吧？婉莹人呢？刚明月演讲完，他就跑出去了。我看他是没有什么成果，真是辜负了您对他的期望。选择临阵脱逃了，哼，江婉莹，你完了。江婉莹女士，如果您再不上台的话，将会视为弃权，同时终身禁止参加全球生物制药峰会。谁说我要弃权了？蠢货，选了这条路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对呀，这不是一样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这个图怎么一模一样？不可能是巧合。这核心切入点几乎一致，数据趋势高度相似。这资料怎么和江大小姐的那么像？难道有人抄袭？这江家二小姐听说从乡下接回来，没上过几天学，我看她就是为了出名抄袭江大小姐。江婉莹小姐，请你解释一下，此数据是否抄袭江明月小姐的？江先生，江明月与江婉莹素来不和，如今如此明目张胆的抄袭，是不是因为你们江家偏心亲生女儿，压榨养女？江先生，请简单说一说吧。不管真相如何，火已经烧到江家了，我绝对不能让江婉莹连累江家的名声。诸位，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行为，我们江氏一向是一视同仁，绝不存在压榨养女的行为。调查清楚之后，我们将会罢免江婉莹的所有职务。这就急着要跟我撇清关系，哼，果然是利益至上的豪门犬。那这件事情看来就是他自作主张，为了出名不择手段。这个女人的心思真是歹毒，抄袭狗不配站在这样的舞台上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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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婉莹啊，江婉莹，你彻底完蛋了！大家稍安勿躁，关于我是否抄袭的指控，我无需多言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请大家看完我这局展示，相信诸位心中自有定夺。这到底是谁出现？到底谁抄袭的呀？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人总是容易注意到身体上的病痛，但常常忽略精神上的病痛。据我研究，在当代社会，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长期忍受着精神病痛的折磨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，相信大家也看到，我的初始数据和江明月小姐的初始数据的确有相似之处。
但是后面的研究方向却截然不同，相信大家心中自有定夺。江小姐，您的演讲十分精彩，但即使不同，您的前期基础序列与江明月小姐的高度重合，难道您借鉴她的吗？这位记者，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2个序列相似，确实有一个人借鉴了，但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江明月。你抄袭啊！别抄袭！这胡说八道！我可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，科研能力有目共睹，我需要借鉴你一个初中学历人的研究吗？看来你忘了，去年清北大学生物系的期末考试中，我以断层的分数考了全系第1，而你是第2。那次不过是爸爸叮嘱，怕你刚回来自卑，我故意让你罢了。你真以为你一个乡下人能考过我不成？各位，此次我并不是以江家2小姐的身份来参加这次峰会的，我是以骑士资助的启明研究室负责人来参加的本次峰会，同时我也是骑士此前力压曙光项目的启明项目总负责人，这些都是我们启明的研究数据，而它的完成日期正是此次峰会的2个月前。所以江明月小姐，该解释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研究数据会和我们启明生物制药的数据如此相似吗？如果江2小姐是骑士启明项目的负责人，那她完全不可能抄袭啊！这江明月太无耻了，偷了别人的东西还敢倒打一耙！幸好江婉莹小姐临危不惧，拿出证据揭穿了江明月的真面目。天才就是天才，心胸和才华都不是常人能比的。江明月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如此卑鄙之人！你不但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，你还诬陷江家，从此以后跟你再无瓜葛。婉莹啊，爸爸也是被他蒙蔽的，刚才那些话，求我照顾好我父。爸爸，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家，而且我记得从我回来，您对我的所有关爱，所以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果然是爸爸的好女儿，这就是天才的气度啊！贱人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看数据，你一直在算计我。姐姐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你既然选择了剽窃，怎么能把错都怪在我的身上呢？你就这么确定江明月会故意盗取暴露的研究数据？他会的，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人入穷途，只能背水一战，他没得选。那如果他的道德底线比你预估的高，宁可被赶出江家，也不愿意抄袭。江家已经把贺庭深肇事逃逸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引发了不少舆论。江明月是喜欢贺庭深的，但他为了自己，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掉贺庭深，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所以他一定会用那串数字。这是我为你量身制定的一场局，必败无疑。江明月，你输了。江明月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抄袭自己妹妹呢？江明月小姐，江家养育您这么多年，您为何如此恩将仇报？江明月小姐，您此前的研究成果究竟是您自己的，还是您抄袭的？江明月小姐，对于此次江家将你逐出大门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或者对自己的行为会感到后悔吗？不是，我没有抄袭。江明月小姐，不准去找他，否则我把你一起赶出江家。爸，坐下。江婉言小姐，您今日展现的才华与风骨令人敬佩，不知您后续有什么合作计划，或者有什么意向的合作伙伴吗？江女士，我们新生生物诚意十足，愿与启明公司达成深度合作。我们冉某愿意提供最顶尖的设备和财力支持。谢谢大家的厚爱，但是我已经有合作伙伴了，
诸位，齐氏将是启明唯一且最坚定的合作伙伴。在未来的5年内，启明的所有研究成果皆由齐氏独家授权。我相信，在我们的合作下，启明的光芒将会照亮每个更加广阔的领域。看来婉莹还是因为江明月的事对江家生出了戒备，不然也不会不向家里求助，而找上齐云昭。罢了罢了，我终究是老了，江家也该交到他手上。我还没有输，我还有价值。江家一定不会就这样放弃我的，不会。我还不能死，我可是江家大小姐，我还没继承江氏。江明月，是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要拉你和我一起下地狱！今日下午，在我市会展中心附近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，一名江姓女子当场死亡。肇事司机贺某事发后已经自杀。据初步调查，贺某系前贺氏集团继承人，已因家族破产心生怨恨而蓄意报复。爸爸，让他去吧，死者为大。婉莹，下周你去公司接替爸爸所有的职务吧。爸爸年纪大了，也该退休了。爸爸，您不问我为什么跟齐云昭达成合作吗？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，很正常。反正总归你是江家的女儿，不会损害江家的利益，不是吗？是的，爸爸，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江婉言，我也一定会带江家走向新的高度。江董，燃梦集团提出想要购买江氏圆梦项目的使用权1年，报价多少？约燃梦的陈总来公司面谈，报价应该还有上涨的空间。江总，今天下午还有一场财经周刊的专访。推了，下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江董，还得感谢您这些年来的投资，才能让这些孩子们有一个读书的机会。校长，您客气了。我只是希望能帮助更多像我一样被困在深山的孩子，让他们知道，努力读书，翻出大山，将会有一片全新的世界。哦，对了，今年我的个人基金投入将会增加1倍，只要是能入学的学生，除了学杂费、书本费，连同生活费，全部免除。好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，去看一个朋友。好。婉言，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你的父母，替你报仇。我来看你了，你的仇我给你报了，你父母现在一切安好，你可以放心了。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江婉莹，你不必把自己困在那场大雨里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我们都会为你骄傲。今后我想给你撑伞，不知道江小姐可否愿意？齐云昭，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困住我，
我的脚步也不会为了任何人而停留，我只会一直向前看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愿意跟你并肩同行，毕竟我们可是同盟啊。齐云章，那我有一桩新的合作要跟你谈，报酬包你满意。好。在商言商的齐少也不问问是什么合作。攻守一行了，现在不是在商言商，而是你愿意给的，我都想要；你想要的，我都愿意付出。